这是一个平平无奇的耳机，却可以让佩戴之人将所有听到的话都变成笑话。这本是一件忘掉不开心的快乐神器，却被作死的大雄完成了要命魔器。最近大雄的手机被限号，刷不了入目动漫的他感觉生活毫无乐趣。为了让他重新变回快乐肥宅，小多拉便送给了他这款神奇的耳机。大雄刚把耳机塞进耳朵，就指着小多拉开启了爆笑时刻，无论多么无聊的话都能让他爆笑不止。本以为这将是快乐的一天，出门前老妈让他在公开课上好好表现，一句话就让大雄爆笑破防。老妈和平地表示这不是玩笑，可大雄笑的还真就像个玩笑，坐在地上就要跟老妈再唠2块钱的，结果喜提了中年妇女的铁拳。大雄在上学的路上偶遇了哭泣的胖妹，作为暖男他想安慰，可在得知胖妹的金鱼挂掉后，大雄就是一个爆笑。如此冷血的渣男操作，直接气到胖妹爆哭。大雄本想摘下耳机解释，却脑壳一震，因为耳机拔不出来了。好巧不巧，胖虎还在此时玩摔倒，正常人看了都会笑，更不要说带了爆笑增益 buff 的大雄了。于是胖虎人狠话不多，直接变身一拳超人，就是一套痛不生育的连招。大雄来到学校时，血条只剩下半条命，而教室后方还站满了来参加公开课的家长。就在大雄预感到耳机可能要了自己剩下的半条命时，老妈走进了教室，而老师的一句同学们好，就让憋笑的大雄险些憋出了肾结石。而接下来的点名简直是把他放在了处刑架上。大雄本以为自己还能憋，可点到胖虎时，他直接破防笑出了声。大雄尽力做着表情管理，眼看就要憋到爆炸，老师点到了自己的名字，这下大雄彻底放飞自我，直接得到了全班同学和家长的眼神杀。毕竟是公开课，老师也不能公开处刑，这下大雄更嗨了。老师每讲一句，都是在大雄的笑点上疯狂蹦迪。老师以为学渣作妖必定是提前做了预习，于是主动邀请他上前来解题，而大雄也捂着嘴前去应战。可惜他边写边笑的逗逼属性，彻底引爆了2位重量级选手的怒点。回到家的大雄丧到了极致，只希望赶快跟这个变态中的变态耳机说拜拜。听说大雄跟耳机彻底锁死，小多拉二话不说就重拳出击。大雄顿时慌了，这耳机真是光坑自己一家人啊！于是2人一脚地板油，来到街上寻找静香。与此同时，静香来到了一处竞选议员的演讲者处，二话不说就开启爆笑模式。议员顿时慌了，他也是万万没想到，如此严肃的未来规划，竟然还能让自己成为喜剧人。找不到静香的大雄去跟丈母娘打听，得知静香去看了现场表演，关键还是贝多芬的古典音乐会。2人顿时整个人都麻了。要知道如此庄严的演奏会，如果静香笑场，那必定原地社死，所以2人一定要阻止悲剧的发生。可2人来到车站前找了个底朝天，也没发现适合演奏古典乐的高端会场，于是二话不说找到阿 Sir 询问。还别说，真就问对人了。阿 Sir 把他们领到了一处地下室，虽然感觉不对劲，但2人还是冲了进去。远远就听到了静香的笑声，急得2人一路摸爬滚打就往会场冲。可2人进入后，整个人都懵了，因为这是一场脱口秀。静香的笑声就像对表演者的肯定，让2个初出茅庐的选手获得了信心，相信他们之后的表演之路也会越走越远吧。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在未来世界，雪都是热乎乎的，而且还会根据玩雪者的意愿自动堆积成城堡模样供人撩妹，再或者变成大炮模样强势出击。大雄一天有24小时都在看着火炉烤漫画。小多拉劝他偶尔出去找胖虎过过招，大雄表示除非下雪，否则自己定会稳如泰山。听闻此话，小多拉高兴极了。下雪这事不要太简单。只见他拿出了未来观察气象实验的气象纸，调成狂风模式，就会吹出狂风，又或者在头上来块云朵什么的。大雄本想也来波神操作，却释放出暴雨淹了家。于是2人将战场转移到院落中，并用放大灯把气象纸玩命放大。接下来就要考虑雪的种类了。大雄觉得要玩就玩大的，于是让小多拉给自己来波鹅毛大雪。本以为都开挂了，可以直接上手玩，岂料2手道具竟要30分钟才会积满雪。于是大雄一招臭不要脸，让小多拉在雪堆好后喊自己，自己则跑回房间烤起了火。在房外冻了30分钟的小多拉，那脸色比上坟还难看。岂料大雄刚滚出个雪球，就觉得整个手掌都要冻炸了，再滚一会儿，脸都冻成像开了中毒特效。于是再次杀回家中烤起了火炉。这次他又提出只要雪暖和就出门玩雪的奇葩要求。可小多拉是谁？万能猫啊！只见他拿出许多带有不同属性的扩展卡，其中就有热乎乎的雪。他将卡片放入机器中，大雄就再也不怕被雪冻到不孕不育了，甚至一个芥末上脑，直接在大冬天办起了精神小伙。可惜他那体力差到离谱，只想一步到位完成品。小多拉顿时被气到爆炸，指着大雄便破口大骂，决定放弃这个人类幼崽。
可惜他临走前忘记收回道具，而里面正有一张雪人的雪。插入卡片后，雪按照雪人的轨迹疯狂堆积，分分钟就变成5米高超大豪华版雪人。不仅让大雄拿来全不费功夫，还成功吸引到妹子一枚。于是大雄又掏出城堡之雪，为静香原地打造了做公主城堡。好家伙，这撩妹技巧我给满分。两人来到城堡高处，你侬我侬，瞬间就让大雄红着脸想主动白给。于是他用礼服之雪照耀静香，给妹子现场打造了款冰雪公主裙，真是静香一笑，大雄难忘啊。接下来大雄用干架之雪造了上百个雪球，就与虎夫二人狭路相逢。于是二话不说就发动了攻击，直接把胖虎的怒气值拉满，逼出了大招。关键虎夫二人不讲武德，专挑妹子一个人锤。作为高质量宠妻狂魔，大雄哪能忍？于是直接开挂亮出了大炮，第一发送胖虎原地升天，第二发让小夫变妙龄男尸。没死透的小夫自知打不过开挂的，于是一脚地板油直接撒油奈拉，留下小镇土皇帝独自应战。大雄本以为接着开大就行，岂料胖虎竟开了免伤甲，于是他给大招来了个升级，直接活埋了胖虎。如此不要脸的开挂，胖虎只想回家找妈妈求抱抱。经历了共同患难，静香拉起大雄的小手，就要跟他一生一世一双人，所以他决定现在就去找出木山提分手。为了在静香回来后能给他更多惊喜，大雄又玩起了其他扩展卡。可当他看到雪堆积成妙龄少女的身段后，整个人都惊呆了，因为这竟是一头雪女，而且还是头我追到你就让我嘿嘿嘿的雪女。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可以跟照片比高清的油画有多给力，竟然能够让施主仅凭油画就找到了丢失的一个小目标，一场野外写生。我的情敌的画作出神入化，还被朋友们评为22世纪最有希望的画家。反观我的画作，只让我小脸燥热。于是我找到了蓝胖子，希望他可以让我的画作变得跟照片一样高清。可蓝胖子却希望我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人上人。但当他看到我的画作后，终于明白了梦想和痴心妄想原来还是有区别的。于是他拿出了作画贝雷帽，而这款帽子还有个响亮的名号——人类照相机。为了给我讲解，我们来到了老爸身旁，给老爸戴上贝雷帽。熟睡中的老爸竟画了起来，而他所画的内容正是他的梦中所见。梦中的老爸成了世界冠军。为了得知是何比赛，蓝胖子将帽子上的时间轴调到5分钟前，才得知是老爸圆了高尔夫的梦。我也戴上贝雷帽，手起笔落，100%还原的蓝胖子就出现了。就在我们想一战成名时，老妈却一脸困惑。刚才回来的路上，有个神经病跟我打招呼啊。于是，在老妈戴上贝雷帽后，就画出了部长夫人。老妈好后悔，错过了进入富太太轩的机会。与此同时，球场内进行着一场激烈的争辩，两人都觉得应该自己得分。于是我找到观众席上的看客，在他的笔下，真相被还原，一场毫无意义的争辩就此结束。帮助他人心情爽，可下一秒我却被神秘人撞翻在地。接着我们路过公园，竟听说陆木匠刚才在这里拍电影。蓝胖子听后秒变发情猫，虽然靠着贝雷帽喜提陆木匠照片一张，可惜这只是个开始。为了满足自己对陆木匠的欲望，蓝胖子将帽子上的时间轴一秒秒的调节，竟狠心让少年画了整整1本动态画册。看着画册上会动的陆木匠，别人家小孩的辛苦又算个什么东西？无奈的我只好独自散步，再次遇到位疾跑的神秘人，开口就是：“你看到那个了吗？就是那个呀！”无法正常沟通的我只好递上贝雷帽，原来是想找警局。至于为何要去警局，那是因为那个东西丢了，就是那个。好吧，你赢了。再次递上贝雷帽，才得知是包丢了，而且里面装了一个小目标。至于哪里丢的，那里丢的，就在那儿丢的。我表示很心累。得知是电话亭后，我们共同来到了案发地点。我膀胱一扫，发现了超市门前的汪星人，怀疑他看到了犯人。在狗狗的画作下，15分钟前包包仍在电话亭。我决定以10秒为单位，不给狗粮，让狗作画。终于在画了上百张后，发现了嫌疑人。可这人怎么那么眼熟？不就是将我撞翻在地的男人吗？我带着大叔一路奔跑，利用贝雷帽的开挂功能，一路寻找着犯人行走的痕迹。经过不懈的努力，嫌疑人最终出现的地点竟是警局。原来此人有着拾金不昧的高尚品德。直到这时，我才想起自己的事。我来到公园，从高处挑了一处最美的景色，将它留在了画纸上。可当我将神作展示给朋友时，他们却露出了看神经病的表情，认为我想用照片糊弄他们的火眼金睛。即便我极力反驳，可在胖虎面前讲道理，那只能是自寻死路。